这个国家究竟有多离谱？艾滋感染率高达43%，国民的平均寿命甚至不足35岁，却依旧奉行着一夫多妻制。国王甚至把传统节日变成了自己1年1度的快乐选妃节。另外，国民穷得连饭都吃不起，国王竟还置上千万美元，只为给自己15位妻子买豪车、代步买菜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斯威士兰位于非洲南部，三面都与南非接壤，仅有东面一点领土和莫桑比克相接，国土面积约为 1.7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20万。斯威士兰很穷，人均 GDP 约4000美元出头，看着是挺多的，但人家贫富差距也大。全国80%的人口都靠着种地吃饭，人均收入还不到100美元，每天就是饥顿饱一顿的。然而他们的国王摩斯瓦蒂3世身价超2亿美元，占了全国总 GDP 的20%，在全球君主富豪榜里，他位列第15位，比英国、日本等王室都要有钱。而且斯威士兰政府每年都会固定给王室发5000万美金。另外，摩斯瓦蒂还会时不时的向银行伸手要钱，所以当斯威士兰民众拿着几美元的日薪，还在想着今天该怎么做才能吃上3餐，摩斯瓦蒂却豪着1600万美元，给他15位美娇妻一人买了一辆劳斯莱斯代步。除了地上跑的，摩斯瓦蒂甚至卖掉家里的2000多头牛，就为了给自己买私人飞机。王室极尽奢华，国民的日子却过得苦哈哈，连温饱都是个问题，就更别谈什么医疗和教育了。在当地人眼中，这根本就是有钱人的玩意儿，书读不起，病也看不起，无论大病小病全靠自己熬过去。对于斯威士兰人来说呢，穷不是最可怕的，艾滋才是。在好几年前，一个斯威士兰的精神小伙跑到南非打工，结果钱没赚到几个，反而把艾滋给带回来了。一时间，艾滋风靡了整个国家。如今的斯威士兰艾滋病的感染率高达43%。起初，当地人知道艾滋蔓延还不以为然，觉得艾滋什么牛马呀，得了咋的呀，还不是吃嘛嘛香。等到出现死亡案例时，这些人才开始害怕起来。为啥艾滋在斯威士兰会蔓延的这么快？除了当地人玩的比较花，干活不做安全措施外，其次就是当地的一夫多妻制。他们认为婚姻是神圣的，所以不许离婚。但只要你有钱呢，想娶几个就娶几个。你看姆斯瓦蒂的老爸一口气娶了上百个老婆，留下了上千个孩子，连国王都这样，普通民众也不会闲着。于是就有爱传人现象出现了。而面对这一情况，斯威士兰也是想尽了一切办法，就比如说打上标记，谁要是艾滋患者呢，就得在屁股上烫一个烙印，这样在干活前呢，看下屁股就能现出原形。此外，摩斯瓦蒂还颁布的禁欲法，要求全国人在5年内都不准有夫妻生活，还宣布未满18岁的少女禁止结婚，否则就违法，不仅要罚一头牛，还得带上贞操带。结果呢，这边刚颁布新法律，摩斯瓦蒂转头就娶了个16岁少女，差点没把民众给气炸。好家伙呀，就你能爽，我们不能是吧？还有没有天理啊？没办法，为了平息民愤，摩斯瓦蒂只能上交一头牛当做是惩罚。然而摩斯瓦蒂的骚操作也不止这一回，传统节日却变成快乐选妃节。斯威士兰国王姆斯瓦蒂究竟有多奇葩？在斯威士兰，1年1度的芦苇节是当地的一个庆祝女性成年的活动。这些练习时长2年半，在唱跳 rap 样样精通的斯威士兰女孩，在节日上载歌载舞。老一辈的人呢，还会教他们一些农耕知识啥的。本来挺有意义的一件事儿，结果呢，却被姆斯瓦蒂给盯上了。全国的妙龄少女都汇聚在一起，不干点什么，还真有点对不起这个节日。于是他直接下令，凡是参加这个节日的女性必须裸露上身，然后在国王面前跳舞展示自己。而国王呢，就兴奋地穿梭在人群里上下其手，要是碰上对眼了，当场就来一段2分半的动作片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要是谁能幸运的怀了孕，那就是一步登天，什么豪车啊、别墅啊，立马安排到位。不过年龄这么高，姆斯瓦蒂的腰他吃得消吗？当然吃不消啊，这不现在都上高科技了，只要让手下扛着摄像机给他直播就行，他只要在王宫遥控就行。为啥这些女孩就不反抗呢？说实话，在这么个贫穷的国家，女性的地位真的低。对他们来说，与其不知道哪天感染了艾滋死掉，得到国王宠幸，嫁给国王，不仅能飞上枝头变凤凰，还能带着家人一起翻身，这对于很多人来说简直求之不得。所以就算女性不同意，也有的是人会让她乖乖认命的。不过也不是没有反抗的，就比如说有个妃子不仅跑了，还经常参加各种抗议游行，气得姆斯瓦蒂连夜派人去抓她，但始终没能成功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自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